我们是从一个网络游戏上认识的，然后就约了见面，感觉很不错，我就觉得他挺喜欢我的。我们在一起在外边租了一套房子，每天他在家，我在外边工作，直到前几个月他妈妈来跟我说，你们俩在一起也这么久，如果说不能结婚的话，那先定了也行啊。后来无缘无故的他就跟我妈说让我妈走。我们后来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还可以，但是每当提起来订婚呢，我们就发生争吵，不停的吵。我现在想知道的是，为什么他宁愿跟我分手都不跟我订婚。天之后的憧憬，我迷信我的明星，属于我们点点滴滴的相信。对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为什么宁愿分手也不要订婚？这对嘉宾朋友，爱情真的出了一些麻烦。来，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金27岁，来自黑龙江，从事的是奢侈品销售。女主人公小爽23岁，来自河南，也是从事销售工作的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说是网游上认识的。对，我们是通过一个网游嘛，然后在一起玩，然后呢，通过一个语音的平台每天聊天啊，因为有一天我唱歌被他听到了，他就觉得我声音还蛮吸引他的。唱的什么歌？最爱你的人是我。来，我们看看吸引力。键盘老师、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现场反应很冷淡，但是小爽鼓掌，这就是吸引力，是吧？小爽，你觉得他那个特美是吧？我觉得唱的挺好的。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两个就决定见个面。你们俩去了哪儿呢？去了河南，我的老家。我去他们家，去了之后呢，才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之后呢，他就在10月1的时候跟我提了一下，要带我去见他的父母。见了吗？后来见了，他父母对我真的挺好的。第一次去就给了那个红包嘛，然后第一次去就给红包哈。对，因为他妈妈说我是他带回去的第一个女朋友，然后我觉得这挺高兴的。是第一个女朋友？我第一个带回家的女朋友。哦。不过跟他妈妈见这几次面吧，他每次都说同样的一句话，所以说我有点不放心。说什么？说那个如果我将来找着了好的男朋友，让我提前告诉他儿子。妈妈是觉得你挺优秀的，怕你跑嘛。然后他还有一句是这么说的：如果我儿子也在外边找着了好的女孩，你不要闹，好聚好散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让我觉得我刚去你们家第一天吧，你就这么跟我说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想让我们两个在一起。我理解的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毕竟我们还年轻，说现在对未来的事还不是那么确定，不希望我们因为这件事发生什么冲突。妈妈等于给打个预防针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。啊，然后呢？毕竟是异地恋嘛，我觉得这样挺辛苦的。我妈说她是你女朋友，不然你叫她过来跟你一起在这边发展。我同意我妈妈的观点。然后呢，我给她打过电话，她说她在家里开个服装店。我如果去了，我就要甩掉我的店，我就挺犹豫的。然后第二天，她的妈妈也跟我打了一电话，说是让我跟她儿子去北京一起发展，然后给我们租了一个2居室的那个房子嘛。谁给租的？她妈妈给租的。妈妈替你考虑的还挺多。对。听说你在家里面特别受宠，说现在回家你父亲还会给你打洗脚水。对，他父母对他太过于溺爱了，我都觉得已经把他宠坏了。你就为这个就来了是吧？对啊。就这样，他就在家，我一直在外边。你等于做全职女朋友是吧？就算是吧，就是洗衣服、做饭、收拾屋子，什么都干了。挺好的，那你干嘛把人妈妈轰走啊？因为那个时候他妈妈来就是说让我们两个结婚。他就当着我妈妈的面问我，你不觉得你妈妈在这儿很不方便吗？我就说我妈在这儿什么不方便了，帮你洗衣服，帮你做饭，也没吃你的，也没花你的，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妈妈出的，你干嘛撵她走啊？这个问题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故意撵阿姨走，
我是跟你说的这些话，对吧？我没有。你现在别扯这些，你当初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没有针对阿姨说让她走，让她离开。对，没错。我是跟你说的这番话。当着他母亲的面还是背着母亲的面？当着不是，当时他跟我当着他妈妈的面，那不就当着人家面说的吗？你能对我妈做出这事儿来？将来咱俩结婚之后，我妈不是你丈母娘啊，她就说不，至少现在不是，她只是我一不怎么认识的阿姨。对于阿姨那件事，我给你道过歉。然后呢？你这不是给我们断了后路了？你知道我妈第2天走了之后跟我说什么？赶紧找办法跟她分手。我为什么说出这么严重的话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妈让我们结婚呗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现在还不想这么早结婚。行，不结婚订婚总行吧？订婚不会耽误你任何的前途。婚姻，你觉得咱们俩现在适合吗？我跟你说过，我理想的状态下是什么样？什么样？我来北京的时候，跟我父母是这样说的：等我在北京买一套房子，买辆车，我再考虑婚姻的问题。那这么说吧，5年之内你能买套房子吗？如果我等你5年，那我都28、9了，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，你再不要我了，我找谁去啊？如果我不为你考虑，我现在那么拼命的赚钱，为什么？说白了，也就是为你自己啊。为我自己，我不是为了你吗？你每天在家，你想要漂亮的衣服的时候，你想要首饰的时候，那你给我买了吗？我怎么办？我没给你买过吗？没有，他现在只是这么说。在情人节的时候，他下地铁跟我打电话，告诉我在路边看到了一束5块钱的花，然后我以为他会买给我，但回来的时候他没有买。那时候我心都凉了，我说我都不值那5块钱的一个花。哎，小静，这个订婚嘛，定下来也没什么。你看，你也带他去见了你的父母了，对，我们的家人都见过了。这事儿好像在我们常人的看法里面，基本就家里面也算同意了吧？我现在可以说，我说我娶你，但是以后我兑现不了我的承诺呢。人家有的，我也想他都有。就像刚才我说的，我不可能让我的女朋友站在橱窗前看着漂亮的衣服，而她买不起。你没达到这个，不是人家也现在跟了你1年多吗？我只是想在达成我的目标之后，让我们彼此的生活更好一点。现在这样的生活满足不了我的要求，也许是跟我做现在这个行业有关系吧。我身边的人是一个层次，而我呢，在另一个层次里。奢侈品销售和购买奢侈品的人群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人群啊。对，是不是一个人群？但是我现在我想成为消费者，我不想成为卖东西的人。懂了，明白了。我们的专家老师对这些问题又是怎么看的呢？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真心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导致他目前现在的状况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小静呢经常提到说我妈妈说，所以他受到妈妈的影响比较大。妈妈对这段感情以及未来的走向其实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。第2个原因呢，就是你们的感情目前不同步，包括投入。从刚才他唱那首歌就可以看出来，你的鼓掌以及你的表情，就好像他是演员，你是粉丝一样。那么粉丝永远是被动的，到今天你的被动的局面跟你目前的投入也有很大的关系。也包括你把自己店给宣布破产了，然后投身于他，这些都是一种被动的开始。送上门去的往往不值钱了。另外一个错呢，就是同居。如果你们2个不同居在一起的话，各自就会比较冷静的保持一段距离，来审视一下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自己。老师，你想知道他对我的态度吗？他的 QQ 上到处都是亲爱的、宝贝儿、傻丫头、笨丫头这些朋友，然后我在他的 QQ 里也只是一个丫头而已。所以我说你要稍微离得远一点，因为你现在走太近了，都不知道你现在处在什么状态。那如果他不愿意呢？他不愿意，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呢？现在你没有态度。我特别想跟小爽说一句话，当一个男人对你说我还不够成熟，我还不够优秀，我不能跟你结婚的时候，一定他的真实的想法是觉得你还不够优秀。大家试想一下，如果现在小爽足够优秀，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妈妈会反对你们结婚，反对你们订婚吗？而且他们家会特别积极主动说咱赶紧定下来吧，不然的话这么好的姑娘飞了怎么办？所以我觉得小爽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
赶紧找好的工作，赶紧让自己变得更强、更有出息。当你自己变得足够有优势的时候，这个男人会上赶着主动去追你的。你不要担心3年、5年之后的事儿。现在很多所谓的黄金剩女，照样有很多的男人去追求。这跟谈判一样，你强敌人就弱啊。涂老师，母爱是因为无私奉献而变得伟大，因为纵容和溺爱变得可悲。很显然，男方的母亲非常了解自己的孩子。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对于爱情来说不是一个长性子的人，他的母亲也非常的溺爱自己的孩子，溺爱到他会帮助自己的儿子和女方去打预防针。但这种对儿子的溺爱很自私，自私就自私在他把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，而没有把女方也当成自己的孩子。我也相信男方是爱女方，但这种爱也很自私，自私到只顾及自己的感受而不顾及别人的痛。于是这两种自私的爱叠加起来，他们的行为看上去就变成了一场欺骗，把女孩从河南骗到北京。男方说要先立业再成家，一个不会做人的人是立不了业。比如说你当着你丈母娘的面要人家走，这种行为就很不会做人。我再问一下男方，你身上那条爱马仕的皮带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你月收入多少？底薪没有多少，几千块。而且我刚才听女方说，她曾经因为送花给你，说自己兜里只有5块钱，所以后来没买花给你，是吗？我们想想看，一个不知道节俭的人如何成家？我再想跟女方说的是，从表面上来看你没有任何错，但是从你背井离乡，从河南出走，跨出那一步起，你就已经输了。很多的为了自己的爱情背井离乡而出走的女性，90%爱情是失败的，因为从那一刻起，你已经变成这个男方的附属品。当初他的母亲在跟你说那番话的时候，要是遇见了好的，你就提前告诉我儿子啊。如果我儿子遇见好的，你也别跟他闹。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感受。其实这番话是很不尊重人的，但你听了之后，你依然无动于衷。有些男人总是对女人说，女人现在太现实，左手要房子，右手要金钱，不肯为爱情付出，也不愿生孩子。但是当所有的女方都像这位女嘉宾一样，为爱全心付出，背井离乡去北京，她又得到了什么呢？恋人之间其实是因为欣赏彼此对方的优点而走在一起，因为包容对方的缺点而互相结合，因为缺乏尊重和信任而分手。你爱得太过于执着，他对你也缺乏尊重，同时也缺乏信任。所以我认为至少现在目前这个情况，就像苏老师所说的不错，在你强起来之前离开这段感情。因为我觉得要建立一段感情很不容易，所以说我很珍惜。你知道你的母亲心里会怎么想吗？孩子，你太善良，但是爱得太贱。我是为了我们俩而努力，你给我点时间。给多长？3年。3年能在北京买得起一套房一辆车吗？我如果说可以了，我的母亲她就会给我。母亲是吧？对。所以他刚才全是在废话，说我要给我一点时间吧，让我奋斗吧。所以他明明就是自己不愿意结婚嘛。其实把老师们的话合在一起，就讲了一个词，这个词叫适度，交往的度，对吗？对。母亲对你问题的度的关心，对吗？你自己在对待她的态度上面，是不是也适度了呢？那我想你们都冷静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下一个环节，踏浪旁观者清。在这对情侣当中有2个人，当他们说出来之后，我想成年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先听听小静母亲对他们这段情感是怎么看的。来，从初相识我就挺喜欢这女孩的，上我家来对她也挺好的，只要什么我给她买什么。你看现在他俩提要结婚，我觉得他俩岁数还都小，相处的时间还短。再说了，他俩现在也都刚正式工作，以后还有很多事情面对，我觉得应该再慎重考虑一下，再等一等，再提结婚的事情也不迟啊。他妈妈说的那句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要什么他给我买什么，说实在的我从来没要过。我特别想提醒小爽哈，
你身上给我一种特别强烈的怨妇的气息。听任何的话，我先听那不好的，然后我马上把拎出来挑剔指责。但人家妈妈也说这女孩其实一来我挺喜欢她的，我也愿意给她买东西。尤其在这个场合下，你为什么不能够装好人，表达一些这个比较正面的呢？而且面向全国观众之后，你未来的婆婆公公都会看到，所以这是你不会做人的一方面。这苏老师是真的想帮他啊，想促成他们。接下来我就想让你听听他母亲的话，来听一下。找小俊的时候，我们家看着孩子长得也挺好的，小伙子长得也挺懂事的，我们也没什么意见，他俩就住在一块儿了。后来我小长为了小俊，把家里头正开着服装店都给打出去了。有一次我看见我想姑娘，我就去看姑娘了。到那一看姑娘，我还帮她说话，帮她做那，但是小俊不满意，还要叫我姑娘把我捡回来。但是我虽然再不满意，我姑娘跟小俊已经同居好长时间了，不应该给他说话吗？或者是结婚，或者是怎么？俺家是女孩啊，俺们时间长了，这不给他说话，或者人家怎么说呀？你说？我说法会给的。啊，好。这个还有一个旁观者，这个旁观者就是我们的镜头，啊，就是我们的编导，也在旁观这段感情。他们跟你聊天的时候，录下了这样一段，我特别想看完之后，我再问你，来。他做女朋友还行，但是做妻子绝对不行。怎么不行呢？他每天就是说，毕竟还小吧，然后呢挺爱玩的。说，因为我妈妈也见过他，说，哎呀，说儿子，说你跟他谈2年还可以，说如果说你真要结婚，那就要看他以后的表现。但是呢，从现在来看，说我觉得婚姻跟感情根本不是一回事，谈恋爱就是谈恋爱。说如果说到结婚这个程度了，那要一定的决心才能做得到。你在事业这方面，就是说其实你做这个奢侈品的工作，接触到很多人，有没有说来自其他方面的诱惑或者怎么样？说有吧，也有，但是说没有呢，我还真不敢说没，因为有他在嘛，我不可能说谁诱惑我就怎么样。说我现在对他还，因为他毕竟还是我女，如果不是了，也许我会被诱。那你是不是说遇到更好的，他就会不是你女朋友了，你就会甩了他？也许。什么意思呀？什么叫谈2年还可以，下2年玩算了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吗？一开始就没准备要跟我往结婚的方面发展，就是玩玩，出于玩玩的心理状态。我爱玩吗？这段话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，你不要误会我。我还能不误会什么？你这话都已经说出来了。我说了，咱们还小，还年轻。什么叫看我的表现？我表现的怎么了？我整天不为了你吗？我为了谁呀？我每天这么累，我为了谁呀？为了谁？为了再找下一个女朋友呗。我为了再找一个，我为什么这么对你啊？小静啊，如果刚才那段话是你在舞台上说的话，我还会说你很真实。你可以完完全全可以在舞台上把这番话说出来。其实在那段话当中，甚至我还看到了一些欣慰，你还有底线，你还不是劈腿的人。对，但做人一定要真实，你爱就爱，结婚就结婚，不结就直接跟人家说别不结，不要去耽误别人。所以我希望待会儿在做黄金60秒的时候，你能够直接跟他说出你内心的话。你就是说在这儿我们分手吧，至少你还是个爷们。小爽，我觉得他现在就把我当成他们家的一个保姆来看。如果就他那段话来说，你说的没错，更好的，你说的没错。就从你今天整个自怨自艾的表现看来，您就是个保姆。还有你这个，但是你可以让自己活得更精彩。怎么活得更精彩？那就是永远都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，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什么样的男人，敢于对男人说不，而不是总是说我要赖在你身上。谢谢老师。
接下来你们俩自己充分的利用那60秒的时间，把最想说的说了。来，我们一起黄金60秒。就咱俩在一块儿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真的特别珍惜你，我就不希望就跟你就是分手。我也不想，我说过了，我也不想分手。我想但是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个承诺呢？我说我给你过承诺，我说你等我2年好吗？你自己在成长，你自己的内心现在不够强大，你总疑神疑鬼的看我的手机，看我的 QQ。我说过，双儿，你等我几年，等我把我的事业做好。我要是等不了呢？因为女人最重要的是青春，你应该知道这一点。我相信你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难道你都自己不相信自己吗？告诉我们究竟哪错了？好吧。这一刻我们沉默了，我们开心的时刻却不记得。这是这个节目自录制以来我看到的第一次，就在黄金60秒的时候，一个女孩子那么主动的就凑近了，真的是怕她跑了是吧？好，我觉得应该坦诚的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，到底恐惧的是什么？你们认真的去考虑一下吧。现在请你们回到来的地方，好吗？谢谢两位，来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好多人好像都在爱里面把自己给丢了啊！丢掉爱的人，大家都会很同情，但是自己却浑然不觉。来，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来，请选择。现场有88.46%的观众朋友觉得分手可能还是一个选择，一起来数5个数，然后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爱到底究竟分到了？